朋友们，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多年以前许下的梦想呢？有多少人是被现实摧残放弃了梦想？又有多少人是觉得枯燥乏味，从而渐渐失去了追逐梦想的激情？又有多少人是觉得疲了、累了，借口梦想这颗糖也没多甜而转移了自己的方向？在当下的时空节点呢，社会节奏飞快，几乎每个人都面临了很多压力，所以在谈及梦想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说睡吧，梦里什么都有。梦是香甜的，可也是短暂虚幻的，如果不能长久地实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讲一下，有没有一种方法能让我们快乐地走向成功呢？好，在开始之前呢，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觉得爽这个感受重要吗？相信很多人呢都难以拒绝这个爽的快感，但又碍于一些现实因素呢，不得不去选择一些痛苦的事情，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有种方法可以让你既爽又成功，那你想不想了解下呢？在告诉你这个方法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下爽的机制是什么。简单来说，爽呢是一种欲望得到满足时的快感，它无法长久的持续。之所以无法持续，是因为它会不断刺激你提升阈值，也就是说你的欲望会不断被提高，越来越难以满足，你必须不断加大筹码才能获得这种快感。听起来它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似乎得远离这种感觉，否则我们很容易掉入欲望的陷阱当中。但别忘了，我们之前说过，好和坏呢并不是绝对的。爽这个事情确实有的人会因它毁灭，但也有人因它成功。当然，大部分的人确实会掉入这个陷阱，明明知道这样不好，却怎么也管不住自己，还是不停地沉沦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总会有人教你怎么自律，怎么管好自己，但现实是大部分人都很难管住自己，因为一个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之前有一期内容专门讲过，说自律是一个伪命题，它本身就代表了对自己的否定和不接纳。简单举个例子，比如你晚上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但是你根本放不下手里的手机，这时你的大脑理性认知告诉你，该睡觉了，已经很晚了，不然明天又起不来了。于是你的心里就有两个声音在打架。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认为想玩手机那个声音就是不自律、没有自控力的自己，而努力控制放下手机的这个声音就是理性的、自律的自己。如果最后还是没能放下手机，那自己就是不自律的；如果能放下手机，那自己就是自律的。发现没有？这还是典型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想玩手机固然是一种低级的欲望，但是那个努力控制自己放下手机的所谓理性，也并不高级，它也只是你头脑里储存的一些认知而已。用认知去管理情绪感受，就算暂时成功了，也只是短暂的压抑和积累，迟早也会爆发。这时候你就会无形中给自己贴上一个我不自律的标签，这不就是我们最忌讳的自我评判吗？所以但凡是需要你去强行压抑、去忍，这些都不长久，都不是你的自信使然。那有没有一种方法能让我们既爽又能成功呢？有些朋友应该听说过，爽呢是来自于人体所分泌的多巴胺，多巴胺多了就会感觉到快乐了。但要深剖这个事的话，其实绝大多数人都理解错了。多巴胺其实是种产生渴望的神经质，直接作用在人的情绪，给人的感受产生影响，但并不直接产生快乐。而与多巴胺相反的则是内啡肽，
内啡肽有止痛、安神镇静的作用，所以通常在疲惫或者痛苦时会产生这种激素，让人获得舒适感。我们可以说爽的感觉来自于多巴胺，但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多巴胺。多巴胺的主要作用是让我们产生欲望，去渴望一些事物。有人会觉得欲望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它会让人们越陷越深。但其实欲望对我们人类的演化也至关重要，因为有欲望才会有动力，有动力才会有行动，有行动才会有结果。所以我们会发现，自然的选择只是把爽当作诱饵来使我们发展成长，得不到的就痛苦，得到了就无聊。也因此它能成就一些人，也能毁了一些人。关键是让你觉得爽的事情给你带来的是加持能量的还是消耗能量的。为什么有的人会沉迷游戏？因为那种爽获得的太简单了，而且不需要太久就可以做到。所以有个对抗沉迷的方法，就是增加他在这个地方爽感的难度，让他无法获得满足感。他爱打游戏，你就让他打到吐，逼着他高强度的打，让他自己抗拒这个事情，然后在他抗拒的时候，从其他方面给予他满足感，他就会觉得原来其他事情也能获得爽感，自然就不再沉迷了。好，接下来重点来了，如何才能让我们在爽的同时走向成功呢？记住一句话，当下爽是生命的展开，而长久的爽则是生命的意义。所以如何一直更爽更成功呢？首先，给自己的人生设置个自己想想都觉得伟大的愿景，立一个大志，发上等愿，然后用这个大愿去克制那些小的欲望。你看佛陀立的愿是让众生都离苦得乐，孔子呢立的愿是天下大同，所以在他们眼里就不会被那些世俗的欲望所牵绊了。正是因为如此，那些圣人们，那些开悟的人，才会在世俗的世界当中显得那么的无欲无求。他们已经活在了更高的维度和层次上。好，在设置好这个愿景之后，再划分成不同的小愿来完成它。当你完成了一个阶段时，你就会获得爽感。当然，这个阶段可以是3-5年，也可以是1天、1个星期，甚至还可以以完成阶段来制定。因为长久的大目标呢，让很多人都只在了半路，所以可以把它拆分成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让自己面临些挑战性，就像打游戏一样，难度一点点增加，每过一关都能获得一份快乐。这样的话，对你来说，你每天的爽点都会更高，每次都能获得满足感，你的成绩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不就是更爽更成功吗？那有人可能就会问了，这和自律有什么区别呢？当然有区别。自律是压抑，是让你心底排斥的，你潜意识都抗拒它。你能坚持多久？能有多少动力？很多事情都是起念的角度不同，带来的结果就完全不同。一念起，万水千山；一念灭，沧海桑田。比如有些人想要减肥，却总是功亏一篑，在某些时刻突然放纵自己，就是因为他们内心特别喜欢吃，但是又不得不克制自己，导致了自我损耗，削减了自控力。如果把优美的身材变成了自己的爽点，在减肥的时候自然就不会痛苦了，也就不需要自控力了。再比如，很多人认为我每天的坚持更新不就是自律吗？但实际上，我也并不是一个自律的人。我每天的更新也是来源于我的愿景，我希望我能有更好的影响力去帮助更多的人。而我每天的爽点就是帮到大家后大家的反馈。可以说，我的这种所谓的自律大部分都是你给的，
因为我不想辜负你的信赖和支持。好，如果说你还是做不到，那只能说明你发的愿景并不是你真心喜欢的、想要的。用阳明心学来解释呢，就是每个人都是知行合一的，因为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和行是一体的，根本就分不开，从来不存在什么知而不行。所谓的知而不行，就是你不知，你所行的一定就是你所知的。真正知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就是你的行了。比如你减肥失败，其实就是你在美食给你带来的好处和快感的这个欲望追求上的知行合一。而圣人们追求的知行合一，是本我自由意志在致良知，在拥抱了良知以后，也就是提起觉知，看破了一切的我执，一切三维世界里的相以后，那个对更高级欲望的追求，也就是上面说的愿景，其实从骨子里说，一切都是欲望，只不过觉醒之后的人会在觉知的关照下，用更高级的欲望去代替其他低级的欲望，比如那些社会习惯和生理习惯层面上的欲望。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所以他们很难从欲望中获得巨大的驱动力，更别说意志力了。所以许多人只能做到饿不死，或者说只是活着。所以我们说凡夫俗子有凡夫俗子的知行合一，恶人有恶人们的知行合一，圣人有圣人们的知行合一。虽然都是知行合一，但是境界和维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说到这，我们大概也就明白了，那个让你一直以来不断失败、不断半途而废、不断违背自己计划和誓言的最底层的真相。我们去看那些在自律里挣扎的人，最后大概率都会失败。记住，自律不会带给你真正的优秀和成功，而那些真正成功的、坚持不断自我提升的，他们无一例外全部都做到了专注，专注到了一个更高级的欲望上面。另外，吸引力法则大家都知道，当你长期的专注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形成自己的强频率，要么不断的吸收更多的同频率，要么同化弱频率。这其实是在讲什么呢？还是你想要干一件事，你必须要长期把自己的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上面，这样你才会形成让你在这件事上坚持下去，把它做成的能量。各种其他的习惯来了以后都会被你转化，被你的能量吸收，这就是吸引力法则。最后，如果你真的做到了上面我们所讲的那些，而且在每个阶段都把注意力完全的放在当下，不去思考结果，那你就会很容易进入心流的状态。为什么玩游戏很容易进入心流？不管你多累，只要游戏一开始，你就会忘记周围所有的事情。首先，你玩的游戏一定是你喜欢的，你不会玩一个你所排斥的，对吧？其次，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你一定是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当下的操作上的，而不是去想这局游戏的输赢。在电子竞技中，如果一个选手在游戏中始终考虑输赢，那他一定不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最后，游戏的机制会让你觉得它具有一些挑战性。当你在一次次进入对决时，你会得到及时反馈自己的水平。如果胜利了，便会得到当时的满足；如果输了，你就会心里不服气，继续挑战，从而让你沉迷于其中。这就是为什么游戏会让你更容易进入心流的原因。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能发现，自律就并不能带我们进入这种状态，因为想要进入心流状态，就一定不能对正在做的事情感到排斥，对不对？好，在心流这种状态下，不仅会让你有高度的爽感和充实感，而且会让你更好地完成你要做的事情。当然，这里的重点就是要注意力完全放在当下，
很多人在做好计划后，思绪总会不停地飘到未来的结果上，瞻前顾后，考虑得过多，这样反而会影响我们的心智，无法集中注意力，更别说进入心流了。所以，如果你现在所做的事情让你感受到痛苦，而你又知道这件事情是你真心喜欢并想为之付出的，那不如换个角度找到心流，让它成为你的爽点，用心流给自己开辟一条向前的路，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